好，今天呢，我们利用之前学到的一些知识啊，来制作一个小案例啊。好，我们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啊。好，一个小车在路面上行驶啊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开始啊。我们关掉 A，重新打开一下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，我们双击打开 A1。好，我们这个页面直接擦掉啊。我们新建一个合成1920×1080，30帧啊，点确定。这时候呢，我们要把素材导入进来。之前我们讲过怎么导入素材的，在这个空白处啊，右键啊，这里一个导入，然后点一下文件导入啊，然后我们选择这个图片，点击一下导入进去啊。这时候呢，我们要把图片啊拉到图层区。这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图片啊，比这个预览窗口啊要大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把这个图片给缩小一下。之前讲过怎么缩小的，按键盘上的 S， 对不对？调出它的缩放属性。好，这里调出它的缩放属性，我们把这个数字啊给改小一点。哎，好，差不多这么大就可以了啊。然后呢，我们接着要把汽车啊给导入进来啊，汽车，点文件，汽车，好，点导入。这里要注意一下，我们这里要选择素材啊，不要选合成，因为汽车它是一张图片啊，我们要选择素材啊，点一下素材，点确定。好，我们再把它的轮胎给导入进来，轮胎啊，同样这里也是素材啊，素材，不要点合成哦，点素材哦。好，点确定。好，然后把汽车跟轮胎呢都拉到图层区啊，两个全部选中，拉进来。好，这时候我们发现啊，汽车把轮胎给挡住了，对不对？轮胎在汽车的后面一个图层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把这个轮胎啊拉到汽车图层的上一个图层区啊，直接选中它，往上拖啊，拖上来，松掉啊，它就出现了啊。然后呢，我们要把这个轮胎啊移动到汽车的这个轱辘框架内啊。我们只要选中轮胎，按下键盘上的 P 键调出来的位置键啊，我们可以这样移动，把它移过来啊，对齐。好，这样就差不多了。然后呢，还缺一个轮胎，对不对？那么我要把这个轮胎复制一下，怎么复制？按键盘上的 Ctrl 加 D 啊，Ctrl 加 D。这样呢，它就复制出了两个轮胎啊。然后我们把复制出来这个轮胎的位置呢也变一下啊，按键盘上的 P 键调一下它的位置啊。好，这样呢，我们汽车就看得比较完整了啊，完整了。好，把这个关掉啊。然后呢，这时候我们的汽车啊跟三个轮胎分成了三个图层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把这个三个图层啊进行一个打包啊，打包。怎么打包？我们先选中汽车这个图层，然后按住键盘上的 Shift 键，加选轮胎，按一下，这样我们三个图层啊就全部选中了啊，全部选中了。这时候呢，我们要把它和打包一个组，怎么打包？按键盘的 Ctrl 加 Shift 加 C，Ctrl 加 Shift 加 C 啊，按一下，它就有个预合成，就是打包的意思，打包的意思啊。这里我们确定要把这个各位勾上，将合成持续时间调整为所选图层的时间范围啊。然后我们不要选这个哦，这个也选不了，你要选这个，将所有属性移动到新合成。我们点一下确定，我们看一下啊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原本的三个图层啊就合并成了一个图层啊。这时候我们控制这个图层，我们打开这个图层的 P 键看一下啊，看一下，这样的话它就变成了一个整体啊。汽车跟轮胎就变成了一个整体啊，可以随便的移动。当然，我们可以点进去这个打包组啊，点进去，双击点进去。这时候我们看到里面三个图层在这个打包组里面啊，我们可以单独的对轮胎啊进行一个旋转啊，车子啊对的进行一个震动的一个调整，都可以在这个打包组里面进行啊。把这个擦掉啊，这里给擦掉啊，回到组合层啊。
这时候呢，我们汽车啊要往前开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汽车的头啊给调过去，就把它反转一下。那怎么反转？我们要点开，选中这个合成啊，这个大的合成啊，按下键盘的 S 键，然后我们把这个小锁啊给去掉，约束比例这个小锁给去掉，把前面这个100啊改成负的100。哎，当改完之后，我们发现车子啊这个头啊它就调过去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时候呢，我们把这个名字改一下吧，改一下，右键哦，重命名，改成小车啊，方便记忆啊，小车啊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发现这个小车啊飘在这个地面上方，对不对？我们把它往下移一点。好，我们打开它的 P 键啊，位置键，往下移一点啊，让它停在这个路面。好，这时候我们发现这个车啊是不是有点太大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再把它缩小一点，打开它的 S 键，缩小键啊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不要去调它了，我们要把这个约束啊给打上，约束比例打上。如果你不打上，它会变成什么样啊？不打上你调会变得，我们看一下啊，你看，它会变成这样啊。我们撤回，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约束比例给打上啊，这样的话我们再缩小啊，这样就比例性的缩小了啊。缩小之后呢，我们再把这个车啊往下移一点，贴近路面啊，贴近路面。好，再往后移一点啊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让小车啊往前面去开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这里呢有2种方法啊。第一种呢，就是给这个小车啊打上关键帧，让它往前行驶啊。第二种呢，就是小车在原地不动，让我们背景图层呢往后移动，造成一种小车往前行驶的一种错觉啊。在这里呢，我们选择用第2种方法啊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首先呢，我们选中背景图层啊，点一下键盘上的 P 键，打开它的位置属性啊，给它打关键帧。在打关键帧之前呢，我们发现右边这个时间轴这一块啊，它的跨度比较大啊，我们把它放大一下。怎么放大 ？Alt 键，鼠标键盘的 Alt 键按住，鼠标的中键滚轮滚几下啊。好，现在就可以了啊。我们来到第0秒啊，给背景图层打上一个关键帧。好，我们来到第4秒，把背景图层往后移啊，一直移出屏幕为止。好，移出屏幕。好，这时候呢，我们来播放看一下啊，这样是不是就有种小车往前开的那种错觉了啊？但是呢，我们会发现啊，当这个小车开到一半的时候，左边有图片啊，右边已经空了，这个很显然是不行的啊。这个要怎么解决呢？方法也很简单，我把背景图层复制一层出来啊，选中当前的背景图层。Ctrl 加 D 啊 ，Ctrl 加 D 是复制的意思啊，复制当前图层。然后我们把复制出来的这个图层呢，打开它的位置属性啊，把它的位置属性给删掉啊，给删掉，选中把它删掉。然后呢，把它这张图片往右移啊，往右移。这时候我们发现没有，2张图片就出现了。这时候我们要把2张图片怎么样对接起来啊，连起来。好，连起来。好，这样就差不多连起来之后呢，我们选中刚刚这个图层，点一下它的父子链接啊，这个棒棒糖啊，选中它，不要松手，然后把这个父子链接指向前面这个图层啊，前面这个图层，松手松掉啊，父子链接啊，父子链接我们之前有讲过的，不熟悉的同学可以回去看一下啊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就把后面这张图片啊，它的父子链接给到了前面的这张图片，这样的话，前面这张图片干嘛，后面这张图片就会跟着干嘛啊？我们来播放看一下啊。键盘上的空格键就是播放啊，我们按下空格键。
好，是不是变长了？好，停止啊。好，我们把这个预览区域啊给缩小一下。预览区域我们按一下键盘上的 N 键是快捷键啊 ，N 键啊 ，N 按一下。这时候呢，我们的渲染视窗只有4秒钟啊，我们只需要这4秒钟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发现啊，播放看一下啊，背景移动是有了，但是我们发现我们这个车啊，它的轮胎没有动，对不对？那一般的开车它的轮胎都要转起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接下来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啊。我们点进这个小车啊，点进去，我们看选中这个轮胎，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这个轮胎。前面那个眼睛啊，就是当前图层的显示跟关闭啊，显示跟关闭。我们来看一下这2个轮胎的锚点是不是在中间啊？都是在中间的啊。这时候呢，我们要给这个轮胎啊打上关键帧，让它转起来。好，我们选中这个图层，按一下键盘上的2键啊。好，旋转属性就调出来了。好，把这个时间轴区域再放大一下。刚刚啊，我们的外面这个大的合成里面啊，它总共有多少？4秒钟，对不对？啊，4秒钟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这个车啊，只要打个4秒钟的旋转就可以了啊。我们首先在第0秒打上一个关键帧，我们来到第4秒钟啊，再让它旋转个3圈吧啊，3圈。好，我们来播放看一下啊。好，反了啊，轮子反了，轮子转反了啊。我们应该把它改成-3啊，-3。好，播放看一下啊。好，这时候就正了啊，这时候就正了。上面后面这个轮子呢，也是同理啊，打开它的2键，旋转啊，打上关键帧，在第0帧打一个关键帧，第4秒啊，把它的旋转3圈啊。好，我们播放看一下。好，现在已经转起来了啊。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汽车轮胎啊，它是转起来的，但是我们感觉好像总是缺少了点什么啊。因为汽车啊，在行驶的过程中啊，它不是一直很平稳的，它都会有一些颠簸啊，上下的颠簸。所以说，这时候我们就要给汽车的车身啊加上一个上下的一个位移啊，很小很小的一个位移。我们打开汽车的 P 键啊，位置键，我们点一下啊，点一下第0秒的时候打一个关键帧，然后第1帧的时候我们再上移一点啊。好，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了2个关键帧啊，上下抖动啊。然后我们后面呢，接着再复制啊，把前面2个再复制一下 ，Ctrl+C，Ctrl+V。好，再复制一下啊，看一下 ，Ctrl+C，Ctrl+V。其实啊，这样打关键帧啊，特别的麻烦。虽然效果还是可以啊，有点快，但是呢，我们还可以用更简单的一个方法啊。什么方法呢？就是我们之前学过的一个表达式啊。这里呢，我们就不接着 K 下去了，因为太麻烦了啊。我们把它删掉，我们用表达式来做。我们之前有讲过一个表达式叫什么 ？Vegas 是吧？震动的一个表达式啊。然后怎么打开表达式的？按住键盘的 Alt 键，鼠标左键点击这个小秒表啊，点一下。好，这时候呢，我们就出现了这个表达式的编写窗口。我们把这个删掉哈。那么震动的表达式呢，怎么写的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啊，之前我们讲过啊，这个啊，我们把它复制一下。好，我们把它粘贴进来。哎，怎么被关了？重新打开一下啊，把它复制进去。这个 X 呢表示幅度 ，Y 呢表示震动的范围啊。我们先来一组数字看一下啊。
好，10个5。好，有点夸张啊，有点夸张，所以再改一下，数字有点大啊。2。好，现在是不是有那种感觉了？好，现在是不是有那种感觉了啊？我们用 K 关键帧的方法也可以实现的，但是比较麻烦啊，要 K 很多很多关键帧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这里用了一个表达式啊，表达式。那么既然振动它有表达式，那么我们可不可以把上面的旋转这个关键帧删掉，也用表达式来执行呢？也是可以的啊。好，我们把上面这个关键帧再删掉，我们也用表达式来制作。好，如果要我们的车轮的话，无限的进行一个旋转的话，我们要用到什么表达式啊？我们之前讲过一个 time 表达式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来试验一下啊。好，这时候呢，我们打开旋转的表达式啊，键盘的 Alt 键按住，点一下鼠标的左键啊，这个。好，我们输入 time 表达式，给它一个每秒钟360度啊，360。我们播放看一下，我们把这个轮胎先隐藏一下啊，隐藏一下。播放看一下啊。哎，这时候好像轮胎的旋转方向反了啊，我们再看一下。好，轮胎的旋转方向啊反掉了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可以把这个360度啊前面加一个负的啊，负的。好，我们再播放看一下。好，这时候呢它就正了啊，这时候就正了。好，同理呢，我们把下一个轮胎啊也这样操作啊，我们把它显示一下。打开，我们把原先的这个旋转的关键帧删掉，打开旋转的表达式啊，我们点一下啊。我们同样的输入 time 表达式，是负的啊，不要忘了是负的啊。好，我们再播放看一下啊。好，这时候呢就可以了啊，这种感觉就可以了啊。好，这时候我们看到，我们这三个图层呢，它都有一个动效啊。之前我们都是通过 K 关键帧来表达它的动效的，但是我们现在用了一个更简便的方法，就是通过表达式来实现它的动效啊。这个是非常方便的啊。好，我们回到主图层去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啊，来播放一下。哎。现在是不是有种感觉了？现在是不是还可以了？好，这个呢就是汽车行驶的动画啊。